途愉快，谢谢。彤彤，到了，来，妈妈抱。怎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啊？西亚在北京新的事业部刚刚成立，开展一个新的市场，也是我向董事会展现实力的机会。早点完成任务，也可以早点回来。不过现在两地的交通已经很方便了，周末休息的时候可以回来看彤彤。嗯。而且彤彤跟着我，你放心吧，踏踏实实的在北京工作。我和李美娥也聊过了，她愿意继续照顾彤彤。以后彤彤的生活起居，她都会帮忙的。可是你原来不是一直不同意李美娥照顾彤彤吗？这些日子我也想过了，以前我对李美娥的态度有些偏激。其实她是爱孩子的，彤彤也喜欢她。我不能以爱彤彤的名义来约束别人爱彤彤。你变了。人嘛，都是会变的。谢谢你来送我。你这么客气，我都不适应了。人和人之间是有界限的，是我以前把这个界限给弄混了。莫明，我希望我们都会有新的开始。彤彤，妈妈要走了，你会想妈妈吗？你想彤彤的时候，可以给我打视频电话。彤彤第一次笑的时候，刚好是我休完产假去上班。第一次会爬，也是我出差在外地。真的不知道，以后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还要错过多少个彤彤的第一次。等彤彤长大了，她一定会理解你的。她一定会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努力的母亲而感到骄傲的。哎呀，抱，保重啊。保重。彤彤，叫妈妈，给妈妈再见。给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。他现在还不会喊妈妈呢。走了。彤彤，彤彤，看见爸爸啦！爸爸来啦！爸爸来啦！想爸爸没有啊？
哎呦，爸爸想死你了！哎呦，来抱让爸爸抱抱。哎呦，乖女儿，想不想我啊？看我们彤彤长大了，可以自己拿着奶瓶喝奶喽。还真是啊。你们公司领导来了，你赶紧过去吧。为什么要赶紧先过去？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都看见了，这不就是你们公司高管的家庭聚会吗？在你心里，是不是觉得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为了要在董事会面前作秀，拿着你和彤彤来当道具，是这样吗？乔蕊，我们是彤彤的父母，咱们做人得诚实，不然以后等彤彤长大了，咱们怎么去要求她呢？那我今天就跟你诚实一点，你总是把我想象成一个为了事业可以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一个为了工作可以随时抛弃自己女儿的妈妈。为什么你就不明白，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伤害一个人，就像一颗钉子钉在木板上，你可以随时再把钉子拔掉，但是木板上的那个洞，却永远都不会再消失了。各位老总，下午好，我是市场运营部的徐俊辉，下面我向大家做一下年度述职报告。我们市场运营部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，从去年开始进行了战略调整，将集团公司的运营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，人类代价不断换。喂，彤彤病了，你怎么办？莫名带彤彤去医院，我现在正在打车，往公司赶。我把电话给丽丽，你让她把你的述职报告给我。陈娇蕊，你就这么信不过我？各位股东，各位董事，大家好，下面我就去年的财务报告。喂，丽丽，按肖总说的办，我马上就到。下面，请陈娇蕊副总发表年度述职报告。马总，陈总家里有事，一展没过来。大家好，在陈总发言之前，请允许各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给大家讲述这样一位年轻妈妈的职场故事。她在最好的年龄进入西亚工作，从此
他认为自己拥有最值得期待的人生梦想。他无比投入的工作，甚至顾不上自己的个人生活。有一天，他遇到自己心爱的人，很快的结婚了，有了心爱的宝宝。家庭、工作、孩子，一切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有纠结，有挫败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。他就这样不得不在职场女性和孩子妈妈之间的身份切换。我曾经执拗地认为，阻碍女性发展的一定是孩子。但是这段时间在月子中心，我认识了身边形形色色的妈妈，也经历了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些状况的变化。我才逐渐地明白，女人和孩子并不是矛盾体，而是共生体。下面有请陈总做述职报告。加油！今天，如果不是你替我站台，我就会失去这次机会。在西雅，没有你，我就是独孤求败，那多没意思啊！你终于如愿以偿，把办公室搬进了集团董事会的那一层。你不会因为我的办公室就要在你楼上，所以心存芥蒂，才申请去北京分公司的吧？我心胸那么狭窄吗？我想也不至于。唉，戒指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像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有野心的女人。那不是野心，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梦想。你说1年后，我们俩谁会胜出？重要吗？伊雅，你好，你是聪聪对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今天晚上代班爸爸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这是给你的。来，喝点牛奶。来，喝一口，别噎着啊。好，来，你接着玩。
说实话，今天晚上的这个场景，是我想象了无数次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画面。要现在吗？孩子睡了，你也累了，我这工作了一天，还要在这收拾残局。你不觉得这种疲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吗？我不觉得。你想啊，小叶妈妈、秦兵爸爸，再加上一个可爱的宝贝，咱们俩在外面拼搏，不就是为了拥有这一切吗？我努力拼搏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人生。可能我们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吧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除非你不想孩子。我也不是不喜欢孩子，我只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肩负另外一个生命。将来我们俩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关键是我和你能够在一起。其实很多人都以为，什么事情在爱情面前都不是问题。我姓齐，齐兵。我是萧炎，请坐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0个男人，99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，那也无所谓。那我就是那个百里挑一的了。可真一旦结了婚，就要为对方退让、妥协。很快，我们就会在柴米油盐的琐事中耗尽我们对生活的想象。只有想象是幸福的，现实并非如此。我认为工作和生活应该有明确的界限，我不喜欢越界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而且我想象过无数次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是有多幸福。我想更爱你。那不是爱。你是想改变我，把我变成你喜欢的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样子。但是如果咱们俩要生活在一起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做你完美的情人，你也做不到。我知道你不想结婚，在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也不想。可我现在想安静下来。可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会说我们是相爱的吗？小妍，我希望你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，记住，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。老婆，来坐，坐。我问你啊，你卖房子是想开这个亲子餐厅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亲子餐厅的项目，现在挺有市场的。但是你们要想在市场上独树一帜的话，你们必须得做出你们自己的特点。比如说啊，在一些节假日，你们要推出不同的主题套餐，还有在装修方面，你们要设计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游玩区域，还有一些细节。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那，你同意了吗？这个项目虽然前景非常好，但是它的风险也会很大。你想好了吗？
其实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。万一啊，我因为这个亲子餐厅把咱俩的钱赔得一干二净了，你会怪我吗？那你愿意跟我一起睡马路吗？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什么都没有，你不是也把你扔给我了吗？老公，其实我不会做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情的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叫颜值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厨师。他本来就有一家餐厅，所以我们这个亲子餐厅呢，只需要在他现有的这个餐厅做一些改造。他就会以房东和厨师长的身份来跟我合作。我呢又有充分的育儿经验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卖房的钱呢拿一部分来投资这个餐厅，剩下的钱还可以用于我们的生活开支。所以这个事情我还是挺有信心的。看来你早就想好了。对啊，虽然说我没有工作经验吧，但是我有脑子啊，我还是挺聪明的嘛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睡大马路的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我双手双脚赞同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。其实真的要卖这房子，我还挺舍不得的。是啊，这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会有更多回忆的，对吧？在做述职报告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情要求证集团人力资源部。这是投诉月子中心的宝妈遗留在房间的。您说，什么样的客户会记录下无关紧要的时间点呢？我查过了月子中心的值班记录，当晚20点32分，刚好是投诉月子中心的宝妈按下呼叫铃的时间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他不是集团派来的影子顾客，那就一定是竞争对手派来的。肖总，那您更倾向于哪种假设？非常抱歉，是我们的神秘顾客工作上的失误。投诉您的宝妈，的确是集团董事会事先安排的。这次启用密客进行测试，完全是为了考察月子中心的管理现状，以便集团对肖总的能力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。同时，集团已经同意采纳肖总关于月子中心紧急事件处理的若干建议。测试结果呢？董事会很满意，非常期待肖总在年度述职会上有精彩的表现。